2025年的最后一季，台积电做了一件事，没有记者会，没有公告，它只是悄悄地按下了一个开关。那个开关启动的是人类史上最昂贵也最先进的晶片产线2奈米。一片2奈米的晶圆要价大约3万美元，而苹果、辉达、超微这些全世界市值最高的科技巨头正在排队等着付这笔钱，没有人杀价。但在他们身后有3个对手，盯着同一个位置：三星、英特尔还有中国。台积电还守得住吗？上一支影片我们讲了台积电的传奇，它怎么从一个被嘲笑的代工梦变成 AI 时代的命脉。但传奇是过去，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看的是未来。我会带你弄懂3件事。第一，2奈米到底难在哪？为什么它是半导体史上最难的一关？第二，三星和英特尔这次有没有机会翻盘？第三，也是最多人问的，中国的中芯国际真的有可能在10年后追上来吗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对一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：台积电的领先还能撑多久？先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，2奈米这个名字其实是个行销名词。晶片里的电晶体没有任何一个部分真的只有2奈米那么小，那它到底改变了什么？答案是电晶体的结构被彻底重新设计了。过去10几年，先进晶片用的都是一种叫骑士电晶体的设计。电流走在一道窄窄的鳍片上，闸极从3个面包住它，负责开关。但晶片越做越小，这3个面已经包不住电流了，电流会偷偷漏掉，晶片发烫耗电，效能再也挤不出来。这就是物理的墙。2奈米的解法叫环绕闸极电晶体。工程师把电流的通道改成一层层水平堆叠的奈米薄片，再让闸极从上下左右4个面完整包住它。包得越完整，电流就越听话。这是20多年来电晶体结构最大的一次改变。台积电的2奈米效能比上一代提升大约1/5，或者在同样效能下省下将近30%的电。在 AI 资料中心里，省30%的电就是省下几亿美元的电费。2025年第4季，2奈米在新竹宝山和高雄2座厂正式量产，良率一开始就传出冲到大约70%，比所有人预期的都好。现在我们来谈钱，一片2奈米晶圆，台积电报价大约3万美元，上一代3奈米大概2万美元出头，每一代都更贵。而且台积电放话，2奈米不打折，不管你多大的客户，一律同一个价。为什么敢这样？因为一台生产先进晶片的极紫外光曝光机要价超过2亿美元，一座2奈米厂盖下去要200-300亿美元，研发投入更是天文数字，成本高到这种程度，全世界有能力玩这场游戏的只剩3家，而真正量产顺利的只有1家。那客户为什么还愿意付？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2奈米的第一批产能传出已有大约15个客户抢着要，苹果直接吃下接近一半，留给明年的 iPhone。辉达、超微、高通全排在后面。这就是台积电现在的处境，它不必去找客户，是客户追着它跑。2026年第一季，台积电单季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35%，公司市值一度突破2兆美元，挤进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前段班。一家做代工的公司变成了全球科技业的收费站。台积电的第一个对手是三星，而你可能会惊问，在2奈米这场比赛，三星其实赢在起跑点。早在2022年，三星就率先把环绕闸极技术用在它的3奈米制程上，比台积电早了整整1年多。那时候很多人以为三星终于要翻身了。2025年底，三星的2奈米也进入量产，第一颗2奈米晶片叫 Exynos 2060。用在自家旗舰手机 Galaxy S26 上，账面上三星样样不落后，但问题出在一个外行人不会注意，内行人却最在意的数字——良率。良率就是一片晶圆上有多少颗晶片是好的。2026年初，三星2奈米的良率大约50%，听起来不差，但台积电同一个世代是70%，这中间的差距就是钱。良率50%代表你做一片晶圆，一半的晶片是废的，成本直接比对手高一大截。客户会怎么选？不用我多说。三星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反直觉的结论：在半导体这一行，第一个抵达某个技术的人不一定是赢家，真正的赢家是能稳定、便宜、大量做出来的人。技术可以追，但良率要用10年的功夫去磨。第二个对手是英特尔。上一支影片，我们看着英特尔一路慢动作的本庆，但这一次，他带着一个让人意外的东西回来了。英特尔把赌注全部压在一个叫18A 的制程上，
这大致对应到2奈米的等级。而 18A 上有一项技术，英特尔甚至做得比台积电还快，背面供电。过去晶片的电力线和讯号线全挤在电晶体的同一面，互相干扰。背面供电把电力线搬到晶片背面去，电归电，讯号归讯号，各走各的。英特尔的 18A 已经把这项技术用上了，而台积电的2奈米还没有，要等下一代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一个点上，英特尔真的领先了。2026年初，英特尔的新一代电脑晶片正式上市，背后有超过200家电脑厂商愿意采用，甚至传出连苹果都开始把一部分订单交给英特尔的晶圆代工部门。听起来英特尔要翻身了，先别急。英特尔 18A 的良率目前大约5%到6%，公司自己的财务长坦白说，要做到赚钱的良率，最快得等到2026年底。英特尔的执行长讲得更直接，2026年是执行年，真正的成长要看2027年。这次的英特尔技术是真的有东西，但能不能把技术变成稳定的良率，变成利润，这场仗还没打完。在台积电呢，他就坐着等对手追上来吗？当然不是。就在2奈米量产的同时，台积电已经把下一道墙盖了起来，它的名字叫 A16。A16 是 1.6 奈米等级的制程，预计2026下半年量产。注意，单位已经从奈米换成 I， 人类的晶片制造正式走进 I 米世代。A16 最关键的武器就是刚刚说的背面供电，台积电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超级电轨。比起2奈米 ，A16 的速度再快1成或者再省2成的电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搞错的地方，大家以为半导体的竞赛就是比谁买得到最新的机台，比如那台一台要价3-4亿美元的 High-NA 布光机。有趣的是，这台最新的机台，英特尔反而买得比台积电早。但台积电的判断是，现阶段用成熟的布光机加上自己的技术，一样能做出 A16。而且成本更低，这就是台积电真正的护城河。它的领先从来不是靠某一台机器，而是靠良率、靠先进封装、靠整个供应链生态系、靠它几十年来从不跟客户抢生意所累积的信任。机器有钱就买得到，这套系统买不到。最后，我们来回答最多人问的那个问题：中国的中芯国际有没有可能在10年后追上来？要回答，先看中芯现在站在哪里。中芯国际目前能稳定生产的最先进是7奈米，注意是7奈米，而台积电已经量产到2奈米，中间隔着好几个世代。而且中芯的7奈米良率传出只有2到4成，成本高的惊人。它正在试产5奈米，但良率可能更低。为什么追得这么辛苦？关键还是那台机器，极紫外光布光机。因为出口管制，中芯买不到，它只能用上一代的布光机，靠反复布光硬把7奈米挤出来。这条路做得出来，但又贵又慢，良率又差。那中国自己造行不行？中国确实在拼，华为传出已经在自制布光机，大学也在研究更前沿的新光源。官方的说法非常乐观，但业界的判断冷静得多。就算顺利，真正能量产，可能也要2028年以后。更重要的是，半导体的差距从来不是落后几个世代这么简单，它是布光机，是材料，是良率的绝上，是整个生态系，每一块都要时间。中国会一直往前走，但要追上2026年的台积电，这道墙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高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台积电的2奈米领先守得住吗？先说结论，就技术领先的幅度来说，台积电现在的领先是它3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。三星输在良率，英特尔技术有亮点，但还没站稳，中芯被锁在门外。但领先不等于高枕无忧。台积电真正的风险不在对手，而在3个地方。第一是地缘政治，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几乎都集中在台湾这座岛上，这是台湾的筹码，也是全世界都在担心的风险。第二是成本，一片晶圆3万美元，下一代只会更贵。当晶片贵到一个程度，付得起最先进制程的客户会越来越少。第三是物理，电晶体已经小到接近原子的尺度，摩尔定律还能走多久，没有人有把握。所以答案是这样，台积电在2奈米的领先真实而且巨大，短时间内没有人撼动得了。
但艾米时代的这场仗，考验的已经不只是技术，而是一家公司能不能同时扛住成本、地缘和物理的3重压力。台积电赢下了2奈米，但下一场才刚要开始。上一支影片的结尾，我们说台积电是台湾在全球产业链上最不可取代的位置。这些影片讲完，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是用良率、用信任、用几十年的功夫，一块钱一块钱堆出来的。而它能不能守住，还要看接下来的每一年。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台积电有了不一样的理解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关心台湾、关心科技的朋友。下一支影片，我们会把镜头转向另一家公司，那个只设计不制造，却做上 AI 王座的辉达。我们下次见。